几位山主异口同声地吃惊道：“你是怎么做到的？3年时间就突破到了5重天位神巅峰？”萧炎也是尴尬地挠了挠头，但他并不可能将焚诀空间和焚神诀的事情告诉他们，并不是萧炎小气，而是有些东西不能讲那么清楚给别人。小贝是侥幸将灭世神火本源给炼化了，此话一出，直接让那经历过风雨的4大山主都有些站不稳，身影一晃，惊骇的道：“炼化了灭世神火本源，而且还只花了3年的时间。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眼前发生，是多么恐怖的事情！那可是神火呀，更何况是排名第3的灭世神火，那毁灭的能量，就算是他们4大山主都不敢轻易去炼化这样的恐怖之物。可是听萧炎讲，他竟然直接将这如此恐怖的灭世本源，仅仅花费了3年时间，就全部将本源炼化殆尽。这事情说给谁听都不会去相信。不过萧炎那真真实实的5重天位神气息，的确不会有假。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萧炎则是在焚诀空间中整整花费了近30年的时间，才完成对灭世本源的全部吸收。要不是有焚诀空间这样的特殊存在，就算萧炎的天赋杂在变态，也不会真的在3年的时间内将灭世本源炼化，同时还将其他的强大底牌一并修炼。妖孽变态，你还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啊！3年时间就突破了2重天的小境界，还真是让我们都大开眼界了。在震撼了片刻之后，几位山主才缓缓地恢复正常，看着萧炎的眼神中有多么一分欣赏之色。这样的人物他们还从未见过，萧炎都被他们几个山主说的有点尴尬的不好意思起来。自己这样的提升速度的确会震惊众人，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听说萧炎小友要去诸神万界吗？那里的强者无数，就算你如今突破到了5重天位神，在那个神界恐怕都有着一丝危险，但至少比起3年前只有3重天位神实力的你好太多了。正是，我需要变得更强，去拯救我的兄弟。诸神万界怕是我变强的最佳地方了。不过过了3年，萧炎也在这4大山主的身上感觉到了有着强大的波动，看来这3年他们几人也少不了修炼。也是，你这般变态妖孽般的天赋，不去诸神万界闯一闯还真的是可惜，但到了那里一切都要低调行事，毕竟诸神万界可是大宙中资源最多、超级神祇无数的神界，特别是万界神州，那可是诸神万界最中心、最繁华的巅峰世界，无数高阶和巅峰天位神都汇聚那里，一个不小心机会丧命于此。萧炎小友可要记住了。几位山主也是将诸神万界的凶险告知了萧炎。虽然诸神万界的资源是大宙9界中最丰富的存在，可是也同样，其中的超级神祇都是数不胜数。5重天位神的实力虽然可以在诸神万界创立超神势力，但也只能在外围其他神之大陆上。至于那万界神州中5重天位神虽然能够创立超神势力，但也只怕是别人的打手了。几位前辈所说，小辈萧炎会记住的。萧炎也是对着这4位前辈拱了拱手，目光扫视了一圈之后，接着道：“对了，无量前辈现在完成突破没有？”闻言，几位山主无奈一笑，道：“哪有那么快突破？他可是在领域大宙道义，这可比提升几重的天位更加的困难1000倍万倍，不然也不会止步于9重天位神巅峰很久了。而且以我们的估计，如果没有领悟道义根本，怕是他也不会出来了。之前元尊给予他的一丝指点，可谓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机缘了，所以他可不会那么轻易的闭关出来。”说来也是，对于大宙道义的玄奥，想要将其领悟也是极其困难之事，更何况在这种主神缺席的时期，更是难上加难。万千大道属于无量神山之主的究竟是哪一道义，只有靠他自己去领悟了。主神的领域虽然踏入的机会很渺茫，但在日后我必定会登临主神领域。萧炎此时的热血正在逐渐的燃起，对于变强，萧炎可不会懈怠，况且那可是大宙的最强境界。主神一旦登领这主神的领域，届时萧炎也能够靠着一人之力抗衡整个神祇联盟的存在。当然，这只是萧炎的想法。灵动牧尘可没有等自己突破主神的那时间，他们2人现在在神祇联盟，他已经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必须要加快自己的步伐了。小辈萧炎就先离开无量神界了，4位前辈告辞。与几位山主简单的告别了之后，萧炎的身影便一刻都没有停留，直接朝着无量神界的碧魔飞去。这一刻，萧炎也等了很久了。经过长久时间的生死历练，自己终于从主宰境突破成神，如今又达到了神之领域中的5重天位神巅峰。这怕天古纪元之后，第一个以5重天位神巅峰实力的下等级世界人类的身份，前往那诸神之路。诸神万界，我来了！灵动、牧尘，等着我！萧炎的霸道绝伦之气势不可挡，双眼之中充满着坚不可摧的意志，那是只有来自一位真正强者身上才具备的东西。而萧炎目前虽然在诸神万界中不是最厉害的，但他肯定是最勇猛，拥有可以越级挑战6重天位神的存在。试问，在诸神万界之中，就算是那些神之天骄都很难做到越级挑战。
不然此前那5大神阁的第一天骄在联手对敌4域天神君的时候，为什么依旧被后者压着打？这就是天位神之间不能越级挑战的原因。除非你的星辰数量能够修炼出和萧炎一样，或许就真的能够打破了天位神不能越级挑战的局面。望着萧炎离去的方向，几位山主喃喃自语了起来，道：此子不凡啊，也不知道下次再见他的时候会是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了。我们都老了，现在的大纣就需要这样的一位天赋妖孽般之人不断成长，直到能够站在神界之巅，成为最强般的巅峰存在。他们的心中带着一丝希望之后，4位山主的身影则是消失在了原地。无量神界的闭魔处，萧炎的身影已经来到了这里，那速度非常之快。萧炎已经是一名天位神，可以在咒海中随意行走，不会被咒海的虚无能量所影响。但是无量神界距离诸神万界，就算乘坐叠空的超级方舟，都需要数月的时间，所以可想而知，神界之前的距离是多么的遥远了。如果不坐超级方舟过去，仅仅凭借着自己速度前往诸神万界，也得要1年以上的时间。所以天位神虽然强大，但是速度可没有像方舟那般有叠空的能力。萧炎的身影很快就出现在了无量神界的世界闭魔处，就看见了自己的那一艘方舟，然后下一刻他的身影就出现在了那艘方舟之上。然后当萧炎转身再一次看着下方浩瀚无比的无量神界时，竟是让的萧炎微微一惊，因为他看到在世界的闭魔处竟是有着淡淡的金色能量，将整个无量神界都笼罩而进。那是萧炎难以置信的出声。虽然他也知道无量神界中有封印，只是没想到竟然真的将整个无量神界都封印在其中的封印神法大阵。萧炎用神魂力量感应了一下那其中的封印力量后，更是让萧炎大吃一惊，好强大的能量啊！就连我现在的神魂都无法彻底的探知，还没其中的力量给反弹了回去。如此强大的封印神法大阵，看来只有出自无上之手了。或许只有这样的强大力量，才能将那恶魔封印其中了。那一场天古浩劫，无数主神陨落其中，最后要不是那几位无上出手，怕是就不会有如今的大纣了。在萧炎震撼这道庞大的封印神法大阵片刻之后，才来到了超级方舟的最前方，将自身的几10万枚神器丹投放其中，当做方舟行驶的燃料。如今萧炎的炼药术已经达到9品药仙，炼制几10万枚神器丹也不过简简单单，可不会和当年一样，炼制10万枚神器丹还花上了1个月的时间。启程诸神万界，萧炎心中默念了一声，然后启动了超级方舟。微微的周身颤动了一下后，整个方舟便是缓缓地朝着遥远的另一个神界方向行驶而去。开始很慢，待到后来，方舟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最后便是以叠空的速度钻入了咒海，那黑暗的虚无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在第1等级世界的某一处区域，这里充满着无尽的黑暗和滔天魔气，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一丝光明在这其中绽放，唯有深不见底的黑暗才是这里的主调。不过在这黑暗之中，竟是有一个巨大的黑洞，黑洞周围更是有着一道圆形白色的光晕覆盖在上面，散发出更加诡异无比的压抑气息。远远看去，在那巨大黑洞的里面，仿佛有着可以吞噬万物的恐怖东西一般。就算是9重天位神来到这里，心中怕是都要心生骇然之色，因为在这黑洞之中，可不是所谓的天位神就能够震慑一切的。然后在这巨大的黑洞之中，竟是有着一道低沉阴森的声音传了出来：大灵，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听见这道声音之后，本来魔威无比的几位拳魔竟是直接身躯跪拜了下来，拱手弯身道：拜见魔尊大人，那个事情我们已经成功完成第1步了。哈哈哈，好，你们做得不错，府主大人会给予你们更多的魔之资源，到时候你们的实力也会提升，变得更强了。一道满意的笑声缓缓地从黑洞中传荡而开。闻言，几位拳魔的脸上写满了激动之色，更是将整个身躯趴在了地上。多谢魔尊大人的厚爱，感谢府主大人所赐，日后府中有任何事情，我们必当全力完成，不会让2位大人失望。很好，我们就等大地之手降临的那一日了。到时候9界中的所有生灵神灵，他都得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了。哈哈哈！那位黑洞中的魔尊大人再一次的沉声大笑起来，仿佛已经看到他们大帝降临之日了。几位拳魔也是跟着笑起来，那是对这位大帝真正的崇拜恭敬。魔尊大人，如今大地身躯已经集齐了2个部分，第3个部分也即将回归，我们的计划必须要加快了，因为我们见到了拥有焚神之力的人类了。大灵低声说道。哦，拥有焚神之力的小子出现了吗？魔尊大人有些微微吃惊，不过并没有太多的情绪变化，然后接着说道：看来府主大人说的没有错，当年那几位无上中，焚神并没有陨落。闻言，几位拳魔震惊无比，当时记得那几位无上在封印了大地之后，也纷纷受了极其严重无法挽回的伤势，神体神魂都已近乎归于寂灭，道种直接被破碎不堪，宛若破碎的瓦罐。这样的状态下，怎么还可能没有陨落？魔尊大人，难道那人类是焚神的转世者？大灵拳魔小心翼翼地问道。而那黑洞之中的低沉之声，则是否定了大灵拳魔的想法。接下来所说的话，更是让他们为之一颤。那位人类并不是焚神的转世，因为那一场浩劫之后，我们借助虚的力量，
还特意去了神冥界寻找那几位无上的神魂是否进入轮回，结果只知道了其中3位无上的神魂，而那3道神魂也已经彻底被虚的力量所抹除消灭，其中还有2位无上，则是没有找到神魂将其彻底消灭。难道另外这2位无上的神魂已经进入了轮回银河中？几位权魔疑惑地问道。并没有，如果他们神魂进入轮回银河中，肯定会被虚的力量所感应到，如果没有被感应到，那就只能说明一个原因，他们肯定以另一种方式躲过了虚的力量感应。能够躲过虚的力量，对于虚的力量，他们也都只是略微清楚1、2，具体是什么，他们这些权魔也不太清楚，因为他们的灭神符极其的神秘不简单，就连他们都无法深知其中的真正来历。能够知晓灭神符的真正来历，怕是只有魔尊之上的级别才能知晓了。不过，在几位权魔早已经震惊不已，神体和神魂那可是已经重伤碎裂，并且道种消散，那是根本无法恢复的伤势，竟然还能够以其他方式躲过了虚的力量感知，这就说明了另外那2位无上根本没有死。想到这里，几位权魔直接是惊出了一身冷汗，能够让这些权魔都感到真正的恐惧，就足以说明无上的力量毁灭一切的存在，那可是大纣的无上存在。就算是天古纪元时期，那些大道和造化都很难踏足这个无上领域，因为一旦踏足，就能够获得大纣的法则之力，一弹指一挥手间就能够让一方的世界法则强行改变，所有的结局也都会顺着改变后的轨迹逐渐蔓延。所以，如果真的那2位无上没有死，而是等待着某一时机的出现，那他们的大计划不就要受阻了吗？黑洞中的魔尊似乎看穿了几位权魔心中的想法，便是再度开口低沉道：喂，你们不用过于的担心，如果他们真的还活着，怕是也无法在这短时间内出现，也或许他们也需要时间。我们的大计划只要比他们的步伐更快一点就行。神体神魂皆是破碎，道种消散，他们就算活下来，怕也是无法达到巅峰的实力。你们不用担心，一切都按照计划行事。这一次你们做得很好，府主大人一定会赐予你们更强大的力量。感谢府主大人所赐，感谢魔尊大人栽培。几位权魔直接跪地恭敬无比，对着那处黑洞感谢起来。哈哈哈，你做你们下一步的计划吧。说着，黑洞中的恐怖魔气逐渐的消散，想必那魔尊已经离开了。我们终于获得府主大人的赏赐了，今后我大灵怕是也能够突破天位桎梏，触及那所谓的大道门槛了吧？哈哈哈。随着大灵权魔的大笑声响起，其余的几位权魔也是极其的激动与兴奋。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提升实力的最佳时机。但对于他们而言的是，大道的领悟和机缘可没有那么简单。不然，如今的大纣中，为何主神会如此的稀少？这就是原因之一。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近1个月的时间，萧炎所乘坐的超级方舟也已经出现在了距离神灵城不远的咒海区域中。一处咒海的空间被撕裂，出现了一艘巨大的超级方舟，以穿梭行驶的速度朝着正前方的一处发着亮光的星点逐渐靠近。而那发着亮光的星点就是神灵城。在看到那星点之后，萧炎也是从方舟的房间中走了出来，然后伸了一个懒腰，缓步走到甲板的最前端，一双漆黑的眼眸望着星点之处，脸上终于是褪去了疲惫之色，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兴奋之色，因为这就代表着自己已经距离诸神万界很近了。只要抵达这神灵城之中，那么就能够从神通阁之中购买进入诸神万界的资格。心想着很快就能够救出灵动和沐尘2人，萧炎的内心也是有些变化起来。这一次要不是在无量神渊中遇见灵动和沐尘，萧炎就根本不知道他们2人竟是被神指联盟中的高层人物炼制成了御灵。讲到灵动沐尘在神指联盟中必定要遭遇极其惨痛的痛苦，萧炎直接再次加快了方舟的速度。就在萧炎的超级方舟穿梭行驶的同时，在神灵城的周边咒海区域上，竟是也有着来自4面8方风的超级方舟，正以最快的速度穿梭而去。他们都是来自各大世界各大势力的神指强者，他们来这里也是因为寻找获得想要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毕竟这神灵城中的资源可是极其的庞大，不管是9界之中的哪一个大界信息，这里都是能够打听到。不过前提身上有着足够的神器丹才行。虽然之前主器丹也能够用来作为交易货币，可是在这诸神汇聚的万界中，怕是主器丹已经淘汰。世界之力虽然强大，可不是诸神万界中这些神之的修炼主调，他们的修炼主调就是神器丹，只有神器丹中的神元之气才能够使他们的自身实力更加的提升一层楼。至于为什么他们如此注重神器丹，是因为在这诸神万界中更需要的就是强大的力量，因为力量可以是一切的规矩，只要自己足够强大，就能够改写所有的规矩，轻易的就能够决定别人的生与死。靠着神灵城越近，周边的超级方舟也会愈发的多起来。不过这些方舟的人，萧炎可就一个都不认识了，所以在见到萧炎的方舟并不是产自诸神万界，也就有不少的各方神指强者投来异样的目光。其中一艘方舟缓慢驶来，距离萧炎的方舟不到100米距离，甲板上的一位长相一般的男子散发出可怕的气势，对着萧炎有些不友好的喊道：喂，小子，你应该不是诸神万界的人吧？你这艘方舟好像是产自万兽神界的吧？万兽神界的人。其他不少方舟上的神指强者纷纷有些诧异，同样对着萧炎投来目光。在确定了对方的方舟的确是来自万兽神界后，
又是传出一道嘲笑的声音。哈哈，今日神灵城怎么还出现了这么一位无知的小子？在第1等级之中，万兽神界可是连5重天卫神都没有一个。前不久，传闻刚诞生出一名5重天卫神的突破者，最后还没站稳脚，就被一位叫萧炎的人类给击败了。这事情倒是让我非常意外。此刻，萧炎也是带着一丝吃惊之色，没想到自己的大名都传到这神灵城了。不愧是拥有9界中所有信息的神灵城，能够成为部属于诸神万界最繁华的城市神灵城，果真不是吹嘘的，至少还真是有些东西在。有点意思了，今日能够见到万兽神界的人来到这里，我还是第一次所见啊！哈哈，这小子能够过来，恐怕也不是怕死之人。我倒要看看接下来他进入神灵城会有什么精彩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此时，越来越多的方舟已经将萧炎封方舟围剿了起来，不过他们并没有对萧炎出手，只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盯着后者。面对着无数目光向自己投来，萧炎也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要知道，萧炎的定力和所自己的精力可不是到了一个新世界就会消失不见的。不管周围任何人的异样目光，萧炎的表情无比的平淡，然后对着神灵城驾驶着方舟缓缓靠近。在愈发靠近神灵城之后，发现一座极其广阔的神之大陆浮现在了漆黑的瞳孔中，同时隔着遥远的距离，就已经感受到其中的神渊之气极其的浓郁磅礴，让萧炎都感到极其的震撼。本就不属于神界中，在这周围一片虚无黑暗之中，这座神之大陆竟然拥有如此磅礴的神渊之气，还真是罕见和匪夷所思啊！远远看去，在这浩瀚无尽的黑暗中，这神之大陆显得有些孤独。不过在这外表看似孤独的大陆中，且并不是真正的孤立，反而其中有着诸多的神之资源以及其他天地宝物神器，汇聚诸多的超神势力的强者纷纷齐聚于此，成为了各大世界的聚集地。因为这里拥有着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罕见资源，不管是72大神器，还是36大神器，就算是极其罕见的药材、绝世神技等，都是能够出现在这里，同时也是进入诸神万界的唯一入口。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入口，天时地利人和之下，才发展到了如今的这般繁华。而且神灵城的资源和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如今无量神界和万兽神界中的任何一个繁华之城。萧炎驾驶着方舟已经靠近了这座神之大陆的边缘处，与此同时，周围也是有着越来越多的方舟靠近，他们的目标也是神灵城，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去往诸神万界的，还是在神灵城中找一些强大的宝物的。不过萧炎也没有想那么多，直接朝着神之大陆的一处空间驶去。那里有着2道巨大的黑洞和白洞，其中黑洞中时不时地闪现出恐怖的雷电，这些雷电的威力极其的可怕，就算是4重天位神挨上一道这里的雷电，都得全身吃灰了。而另一个白洞之中，则是没有任何的危险气息波动传出，并且在那之中有着让人极为舒适的能量波动，甚至还有着令体内的神渊之气感到一丝升华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不是很大，但是至少走这令人舒适的白洞，肯定比那充满可怕雷电的黑洞好很多。但是就在萧炎选择那白洞时，那些缓缓靠近的无数方舟上，那些神之的眼神有着惊骇之色，显然他们的变化是因为萧炎选择走白洞的这一刻起。然而他们这些人眼神的变化，萧炎用眼角也是瞥到了这一点，心中不自觉地嘀咕道：这些人是什么情况？我只是选择了走这白洞而已，有什么不对的吗？就在萧炎还在疑惑间时，他们周围的空间竟是发生了极度的扭曲，黑暗的空间被撕裂，从中驶出了一艘不是很庞大，但是却有着极其豪华尊贵的方舟，出现在了众神之的目光中。也就是这一艘豪华尊贵的方舟从中驶出来后，周围的所有方舟上的神指目光都是带着一丝惧怕和恭敬之色。来者究竟是什么身份的人？萧炎的目光也是看向了这艘方。此时那方舟上的几道身影目光也是对着萧炎投射而来，这些每一道的目光竟是能够令萧炎感到无比的有危险，甚至那是一种能够让萧炎身上所有的神力都会变得紊乱起来，根本无法压制住体内那神力的乱窜。要知道萧炎的实力已经突破到了5重天位神巅峰，在同境界之中已是无敌的存在，甚至自己有着千颗无色的天位星辰海，就算是6重天位神也是有着抗衡之力。可就算这样，这艘方舟上的这些身影一出现就有着如此的感觉，足以证明他们每一个人的实力都是超越6重天位神之上的恐怖存在。哪里来的小子，竟然连白洞都想走？这可不是你走的地方，明白吗？其中一道身影缓缓上前，此人面无表情，一双深邃如无底洞的眼眸揭示了他蕴含的恐怖力量。他的头发是白色的，身着青色长袍，袍身上绣有复杂的符文，随着他的行动，符文似乎在闪烁着微弱的光芒。萧炎没有说话，只是心里已经想到了，这些家伙肯定是在找茬。但是感受到这位青袍的男子那身上的恐怖神力波动，怕是至少也是7重天位神了。但萧炎也不是怕事的人，片刻之后开口道：这神灵城是你们家的。然而此话一出，更是让周围充满异样眼光的那些神指之人更是表现处于无比震惊之色，仿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位来自万兽神界的小子竟然如此的大言不惭，怕是不知道他所面对的人是什么身份吧。随后他们从震惊之色逐渐的转变成同情之色，他们同情萧炎，不应该这样说话，因为他们的身份
就算是在场的所有超神势力之人，都是惹不起的存在。那几道身影微微一愣，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这小子竟然敢对他们这般口气说话，简直就是无知。臭小子，看来你是想死了不成？刚刚那青袍男子额头上瞬间青筋暴起，身上的杀气朝着萧炎笼罩而去。萧炎也不敢怠慢，毕竟这家伙的实力远超自己，也准备施展出自己的强大底牌。就在那青袍男子准备动手之际，却是被旁边的一位修长身材的年轻男子拦下。他的眼神坚定而深邃，仿佛可以看穿一切。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自己手中的古筝，散发出一股优雅而又神秘强大的气息。凉，今日我们来到此处也是有要事办，不要闹事了。见到这位古筝年轻男子说话，青袍男子也只好忍下这口气。毕竟这位古筝年轻男子的实力在他之上，而且这一次来神灵城的确有重要的要事做，可不能因为眼前的这小子搞砸了他们的事情。但是青袍男子虽然忍下了这口气，但是也不忘对着萧炎放下狠话。臭小子，算你走运，希望下次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不然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真的很想听到捏碎你骨头的美妙声音啊！